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想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未来的6个月时间，这样子的时间限定里面，你的事业发展。那我们讲的这个事业发展，它包括很多的方面。我们今天呢，想给就是在工作、在忙事业、在努力赚钱、在给自己无论是提升也好、追逐梦想也好，还是在给自己的生活打基础的朋友也好，带来一期我觉得是更加连接地球、更加物质层面的一个讯息。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事业，它会包括运势的预测。那么运势预测里面呢，我会用一个五角星牌阵来给大家具体看。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有关于方向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提点。如果说你是在改变你事业方向的这个途中，或者是未来的6个月你有可能会改变方向的话，又或者是有些朋友当前在求职，对吧？一切对于你来讲还很新，那么我们也可以来听一下，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那么宇宙当前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提点讯息，来给你一些灵感究竟哪些领域，哪些方面，哪些地方 OK， 可能你会更旺，可能你会更容易出成果、出成绩，所以我们会提供方向性的指引。那么最后第3个方面呢，我们也想来看一下有关于事业方面的提升，怎么样去提升，这个提升的方式是什么，那么具体在工作当中，在事业里面我们需要运用什么样子的技能，这个技能我们当前有没有，还是说我们这个技能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查漏补缺，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是事业方向的一个整体的或者是综合的一个全面解析。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一个主题，还有这个方向性的一个概括那么当然了，具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现场抽牌来看宇宙究竟给今天抽到这3组牌的朋友，你们哪些具体的指引、提点和好的建议。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和往期一样，我是提前收集了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神谕牌卡当中。这3张牌卡里面呢，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能量收集，然后呢，我有配上能量宝石作为一个对应。那么我们今天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我们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1组牌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个黑碧玺能量宝石黑碧玺。第2组牌的朋友呢，今天是天使光碧玺。天使光碧玺。然后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你们的能量是海螺。海螺。好。OK， 那为了方便呢，你们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那未来6个月的时间，有关于我的事业相关的具体信息运势方面、方向方面，还有这种提升方式这3个不同的层面，请宇宙呢分别给出具体的指引、提示和好的建议。
来帮助我在事业方面进一步的去提升、加强向上。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呢去感应，去选择出当前和自己最有感应、最有连结的那一个牌组。那由于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那如果呢你在选牌的时候觉得有2颗能量宝石或者是2张牌卡，同时呢都非常的吸引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2组牌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信息确实是被分到了2个不同的牌组里面。那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的内容来听呢，你都可以找到和自己对应、相关或者是有用的讯息。好了，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你未来6个月的事业相关讯息。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就是这个黑碧玺，好，放到一边，我们做参考就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有关于今天我们的一个指引牌。我们来看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我为你抽到了哪一个能量呢？关于未来6个月的事业，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是这个金卡戴珊金卡戴珊这个人呢，就是如果你很关注娱乐相关信息的话尤其是以前这几年好像还好，有一段时间金卡戴珊真的非常的火那他是一个艺人，他也算是一个就是那种综艺出来的一个人。那关于他呢，就是有很多的，我觉得是就是讨论关于他的一些讨论，无论是好的不好的 OK 都很多那这个关于讨论在明星那边可能就是叫热度。这个热度呢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它会有热度，但是不一定就是说所有的话题都是好的，对不对？然后他是一个艺人嘛，所以我觉得抽到金卡戴珊这个人其实挺会经营的我们去看他，我们是看他的事业方面，事业领域方面，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又年轻又漂亮，对不对？然后呢事业有成。未来6个月的事业方面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呢，首先我连接到最强烈的一个能量，就是有关于领域，有关于这个热度或者是知名度相关。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先去回答第一个问题，未来6个月适合你的方向这个事业方向它会是哪一个方向？无论是针对想要去改变事业方向的人，还是说求职的人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有关于媒体，有关于可以去让你曝光，有关于美学跟美有关的，无论是医美有关的、化妆有关的设计有关的、建筑有关的，我觉得是跟美有关的。无论是你把自己变美，还是把别人变美，还是把什么东西变美，我觉得都有可能是能够让你更容易成功的方向。我们今天第1个牌这个 Act like the cameras always rolling 这张牌的第1句话，它是说怎么样去赚钱。那我觉得第1组牌的朋友怎么样去赚钱呢？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去演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演的我们每一个人出生都有一个时间点，这个具体的时间点会决定我们在星盘当中的上升星座。上升星座其实就是我们向外人展现的那一个面。有的人的上升星座和他的太阳是同一个星座，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你看到的是他看到的样子，别人看到他的样子和他本身的样子是很接近的，但是你一定会很多时候遇到的是他看起来的样子和他本身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宇宙呢让我们出生的这一刻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升点，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点，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那宇宙希望你在赚钱方面可以去表演，让自己能够像在聚光灯下去表演，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最佳。
无论金卡戴珊有什么样子的非议，或者是他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在镜头面前他是非常成功的，对不对？他很美，无论这个美可能你会觉得它不美或者是美，但至少它是有热度的，他是有被别人关注到的，而且他也用了这个点去成就了他的事业之路。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事业方面，他可能就是我们去向外的一个能量。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你的，比方说家庭生活，我们今天讲的是你的事业，这是一个向外的能量。那么在向外的能量当中，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有演技，打个引号的啊，这个演技呢，可能是有关于你要怎么样去适应你的环境，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去让自己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纳。这个东西不一定说你一定是就是你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成为那个人。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有关于你们的事业方向，我是能看到这个点的，所以可能也对应在有些朋友在事业方向，你要去寻找新的方向里，你需要去让自己可以表演，所以你需要舞台，你也要为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的舞台，也要把自己放在舞台之上我今天听到这个信息，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么第二个能量，我们来看的是这个Hold a mirror up to society and play with the filters。这张牌就是第二个能量，是说你怎么样去守住你的钱财。因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你是有基础的，你并不是小白，你并不是才刚刚开始你的事业，也许你的事业已经起步了，也许你的事业已经很成熟了，你想要的是守住你的事业根基。那么第二句话呢，其实它的原来的那句话它的前半句应该是 Hold a mirror up to nature， 它是那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面的一句话我还查了一下。那么第二句话呢，其实我的感应它在对应你的事业当中，我感觉到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想守住你的财，让你的这个建立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能够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你需要怎么做？我听到的是你需要去融入这个社会，拿起这个镜子对着这个社会，你要去看大家是怎么看的。这个镜子里面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就像一个面具一样，但是今天的面具它不是一个贬义的，它就是我们所谓的面对外面的环境我们的样子。这个镜子它很重要，我们可以去调整这个面具，对不对？它代表着我们的形象，它也代表着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它也代表着我们怎么样去和外在做连结。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守住你的事业，守住你的财，守住你的根基，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要去有这种眼光，要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变化在哪里，或者是说这个时代它目前的关注度在哪里，哪些是热议，哪些是流行，哪些是冷门，你需要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我觉得是能够看得见，因为是镜子嘛，要能够看得见。然后是什么 ？Play with the filters， 然后就是进行筛选和选择。我怎么样做才能够被大家更好的认可？我怎么样去说，大家能够更好的接受？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第二句话，如果想守住你的财，守住你的事业，我觉得你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能力，来让自己更好的，我觉得是继续的在这个地方稳住你的江山无论你的这个领域是什么。那我们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怎么样让你的这个事业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意义这个东西就是看大家怎么看。有些人呢，他可能觉得事业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为了生活。有些人可能这个意义在他的心里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群人，他可能会把工作的意义放得更高，他对工作的意义的追求也更高。那么第三句话讲的是 No topic is off limits， 这句话他讲的是没有什么话题是不能说的。也就是说，我感觉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在
约定俗成的一个价值观体系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界定感，比方说这个人他是好人，或者是这个人他是坏人，或者是这个人他就是有很多的形容词形容他，对不对？那我们这一套的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在未来的6个月，如果你想给你的事业或者是这个赚钱理财等等给出意义的话，其实你需要去打破一些界限。就比方讲，也许你一直都瞧不起、看不上的投资项目，比方讲有些人去买比特币，然后呢就是大起大落，你可能非常瞧不上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有什么好去做，有什么好去就是说去投入的呢，对不对？或者是你也许特别瞧不上的是那些买彩票的人，每天做大梦的人。但是我们去想，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是原来既定的价值观体系里是觉得它不好的，或者是说它是无用的。但是呢，宇宙说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有一定界限的嘛，这个界限是我们给它的。可是当我们去打破这个界限，也许我们也能够去，比方说赢，或者是我们也能够去获得这个红利给大家这个例子。所以我看到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让你的就是事业更加的有意义的话，你需要去打破一些规定俗成的东西。也许你打破了，你就发现那个意义就在那里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其实你的事业运势是很旺的。金卡戴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赚钱之路其实是很聪明的。相对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有那种很会经营吧我们在讲他很会演，对不对？很会经营，他很知道这个市场的需求，他也很知道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制造一定的热度，来帮助自己成就他真正想要去达到的一种目的也好，或者是他想达到的一种效果也好。那么我们从他的能量当中可以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未来的6个月的事业这个能量当中你要学习金卡戴珊的这种眼光，也以及他的这种不被约定俗成的东西去界定他的极限，并且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穿越这个极限，或者是打破一些极限，来使自己获得他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讲事业成功、事业理想，达到你需要的那个高度，或者是你需要去做成的事情。这里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做什么坏事情，而是说也许有些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话，也许有些地方未必是你以为的样子。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浮动，有一定的可以去改变的能力，或者是可以去改变的心态的调整，能够让你的事业，我觉得是完成你希望的样子。因为有些人在事业当中，其实想要的东西可能就是快乐，并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说升职的问题，不是名誉的问题，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做起来更快乐、更舒心、更简单。那么同样的道理是也可以运用在里面的。我觉得是要灵活一点，好不好？这个是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一张主能量牌卡先分析到这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今天的一个牌阵我们来做今天的牌阵。好，我们今天有准备这个石头，我们来看一下好，今天来做一个五角星的牌阵。如果把这个串成线的话这个是一个五角星。好，我们先放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抽牌，我们来预测一下未来的6个月，第1副牌的朋友，你的事业运势。 OK， 我们来抽第1张牌。好，
金宇宙给我们指引第一张牌哦。好，第二张牌，第三张牌，四张牌，第五张牌，等会儿会来跟大家讲哈。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就是第6张牌了，来看一下。哦，好，今天我们这里一共是6张牌啊。今天我们用的是一个牌阵嘛，所以抽牌的方式和摆牌的方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要用牌阵的能量去给大家解释未来的6个月你的运势啊。好，今天呢我们这样，首先呢我想给大家揭露这个结果，就是未来的6个月你的这个事业是怎么样的啊？我们这边有这样子2张牌，就是这个5号牌。我们先来看一下未来是怎么回事，就是6个月时间，你的事业方面有什么样子的提点，会怎么样啊？我们这边是2张牌，然后呢，它是2个逆位的，一个是制造者8，一个是制造者9，好不好？我们今天是2张牌啊。首先来看一下制造者8的这个逆位啊，制造者8的能量讲的是根基和开花结果，这张牌是一个逆位的，我感觉到的是第1副牌的朋友吧，我觉得在你的事业方面哦，其实你正在朝向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向去进发，但是呢，离这个结果，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我们在这个时间限定当中，我感觉到有些事情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圆满，或者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才能够真正到达你需要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张牌，就是这个制造者8。这张牌呢，其实我会觉得有些东西啊，就好像这颗种子一样。我觉得很多第1组牌的朋友，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努力，你的那种耕耘，你的那种心情。那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是你一定会去做的，或者是你曾经已经为它付出很多的。也许你在期待这个结果，或者是你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显化出，比方说项目的完成，比方说成功的升职，比方说得到这笔奖金，或者是你能够让自己更舒服、更快乐。我刚才讲过啊，是身体方面的也好，是这个作息方面的也好，是平衡方面的也好，反正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更舒服。那么我看到这个制造者8，他给我的能量和制造者9。2张牌都在土元素，2张牌都在土元素。我看到是在未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事业的预测当中，就是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你去缓一缓，或者是放轻松。因为我这边看到是你离成功很近，我们已经出现了土元素9这张牌，说明你的根基很稳，或者是说你的根基有些地方它还不够稳。这个能量是相对应的，稳是在讲。因为有制造者8，他讲的是你已经做了很多了，这个东西宇宙是能看到的，你自己也知道你付出很多。但根基不稳的能量来自于一个东西，它是很全面的，可能有那一件事，有那一个能量，你当前可能还没有去关注到，还没有调整好。
那么这个能量等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去看究竟是什么。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预测到你的事业方面，我觉得是离成功还差一步，但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成功就在你的眼前，那个门几乎都已经开了一半了，你能看到门的那个光啊，门里面那个光。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说你正在事业的上升期，或者是你很希望拿到你要看到的那个成果那个结果的话，未来的6个月时间，我觉得是还需要继续的去努力，去加强，去持续。但是呢，在这个努力加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需要去注意一些平衡。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制造者8，就在讲有些东西其实是已经在那里了，就像那个种子，它结出那个果实就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你也要相信时间到了，以及你的时刻到了的时候，你一定能够看到那个结果。因为我已经看到这个种子在那里了，这个东西是你埋进去的，你就一定会收获它。可是你不能急啊，所以我也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你需要耐心，而这个耐心的得到是更加平衡你的生活。有的时候当你放下这个心，把心放下来，不去急躁，不去担忧啊，不去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也不需要你过于的担忧，但有些东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紧张，因为付出了很多，对不对？会紧张，会很在乎。可是我听到的是，当你能够去更好的平衡，比方说生活和你的工作，或者是家人和你的工作或者是身体和你的工作，你就会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平心静气，而你在最后坚持那一下子，再多走那一步路你就能够看到结果。所以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预测的结果。那么往回看我们来往回看这边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第6张牌讲的是一个核心。哇，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这个战士勇士公主。好，核心是勇士公主。这张牌我听到是热情热情，我听到的是冒险，我听到的是巨大的行动力。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的就是说，在工作和事业当中，会不会你们想要去承接的这个结果，或者是你们想要去显化的这个东西，和你们当前的一个努力的方式，我觉得这个能量上有一个落差，或者是有一个错位。就是我看到在你的未来里面还有这个核心能量我看到核心里面的能量是火，而且是就是这个战神公主，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有激情内心很澎湃，然后呢是能够为了那个目标直接冲出去的感觉，而且不会等，直接就走出去。但是在我的这个未来里面，我看到的都是土，而且这个土是很怎么讲呢，就是感觉还差一口气因为土元素其实是一个很 heavy 很重的能量，而火是一个很上扬的能量。其实火跟土在一起是很好的结合是很好的结合。所以我看到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够努力，土元素你们够努力。但是呢，在事业当中，我觉得如果你想在事业当中完成你的目标的话，你需要去更有热情，你需要去更加多的敢于尝试新的东西，来让你的事业搅动出一个风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搅动它，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搅动它。那你搅动它了以后呢，我觉得你就会看到你离你的目标更近。而我们要去讲这个目标，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这边看到是战神2战神2这张牌呢是火是火。这里的火呢是一个逆位。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我听到第一个就有些朋友这个工作跟事业当中我觉得你们想要去寻找那个灵气，这个灵气是你曾经有过的东西，但是当前你很迷失，就感觉这个事情做了以后没什么意思了不够喜欢了，或者是你觉得没意思，又或者是说当前来到了瓶颈期，你需要做出非常厉害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呢是有得失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得失，但是这个事业当中的选择得失更重
你要放弃的东西更多，你要去冒的这个险很大，所以你一边呢是想冒险的，一边呢又不想冒险，因为害怕失去，害怕自己选错，害怕自己就是走错路。但是呢，我又觉得在你的精神方面有另外一个自己，对于你的事业有新的理念，有新的理解，有新的我就是预期，或者是新的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当前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我这边是一个战神2的逆位，就感觉到当前你在一个真空的地方，你很希望能够更加清楚的去抓住这个目标，来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更加开心，更加有激情的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内心的这个火能够被满足能够被满足，但是当前是居于条件限制，或者是因为我这边看，也许你需要这份稳定，土元素嘛，又或者是身体太累或者是你觉得好像这个年龄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对年龄很敏感，所以你这边会有很多的焦虑。第一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有一些焦虑，但是呢，其实你的内心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至少在事业方面，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内心非常需要勇气来鼓舞自己。这个改变未必是说你要辞职，不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这个改变是在当前的地方去做变化，这个变化有很多时候都不是外在的变化，是内在的变化。火元素讲的就是这个精气神精气神，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这个精气神，有没有这种热情？我们起来以后对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态度？是觉得又要去上班了，还是说就是那个眼睛刚睁开，你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哎呀，今天我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这个，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看到就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是有选择，然后呢缺少灵性，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我看到的是说，我觉得很多朋友在事业方面可能想去做一些突破在新的这个新年的时间吧，或者是未来6个月，我觉得你们想要有新的突破。还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很想要得到的是合作伙伴我这边听到了有人想要去得到好的合作伙伴，那种能真正懂你的，能真正跟你有默契的，能够在精神领域当中就是你想做什么东西，他就觉得哇这个很厉害，这个点子很好，或者是你想得到真正的被认可、被认同、被理解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长大之后在工作和事业方面会花很多的能量我们会就是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嘛，把我们毕生所学，对不对把我们的理想都注入在我们的这个事业当中。那么这个火元素2作为你的6个月我看到的目标，我就觉得有些朋友就是有关于选择，我们还总结一下选择，有关于我觉得是一种状态，精气神，有朋友想突破，还有一些朋友呢这边是想要很好的合作我听到这个能量，那么这些都需要勇气去改变，去搅动它去搅动它。如果你想要在未来的6个月事业当中得到更多的比方说关注，得到好的合作伙伴，你想去筛选，你想要去突破当前工作当中的一种固定的一种状态，死气沉沉的状态，那么你就需要勇气去改变自己。只有你改变自己了，你才能够去改变环境里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相互影响的。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也许你是领导也许在新的这个1年时间里，或者是未来6个月时间，你想去通过大胆的尝试无论你想变什么，或者是拿出什么新的方案，也许在这个地方你心里已经有想法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够去把它给勇敢的说出来，或者是你觉得还缺少点什么，或者是这个东西你觉得在你的脑子里就是说还没有成熟这个点子还没有成熟，但你非常期待的是，我觉得是你看这里这个战士2就像那个火龙你看要喷出来，但现在是逆位的嘛，我觉得你需要决定了你需要通过这个有一条路你要走过去，你才能真正的去实现喷出自己的火龙，让别人看到。你看这个火龙是不是那个8字形，就是那个 infinity 无限可能的标志，就这个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打磨啊。我这边看到这个。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讲的是什么呢？挑战啊。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6个月，我们这里的挑战是什么？哇，挑战是女帝呀。好，挑战是女帝啊。这张牌呢其实出现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挺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刚才讲过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的时间，事业方面，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你勇气，需要你提升你的精气神改变你对工作的态度加入热情，这样的能量是要注入到这里面来，会更好的。而你的挑战就是女帝，这个女帝讲的是孕育，你的事业就像你的宝贝，你的事业就像你的宝贝，无论你是想做什么调整，是成就自己的提升也好，是改变公司的结构也好，是把你的这个项目带到新的高度去也好，它就是一种孕育，它就是一种孕育。有一些朋友呢是这样子的，我看到就是说没有力气，没有精神，就是东西太死板，太一成不变，没有注入这种挑战活力，没有注入改变的勇气。那么如果是一直这样子平静，像那个一潭死水的话，就没有孕育。因为这个女帝牌它讲的是生发大家想什么叫女帝？就是那个植物从那个种子长，每天在发芽，每天在往前长，这就是女帝。你也可以去想象那个女人生孩，就是女人这个怀孕从那么小的一个受精卵，那个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表示那个小宝宝在里面越来就长就是成型，通过一个时间来到了这种它可以去成熟，或者是它就要诞生，它要出来了嘛，就代表着成功这个新生你事业当中的新生能量。可是当前我们的挑战是女帝，第一个环境，我们这里是挑战环境适不适合呢？这个是外在的东西。第二个，你有没有真正的去滋养它？你有没有给它需要的营养？我今天看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事业里面需要你的勇气，需要一种精神气，这个是你的那种精神头。你有没有热爱？你有没有喜欢？你有没有非常的这种 passion 去追逐它，去想把它给做出来，从各个方面去孕育它。如果你没有这种勇气，没有这种热情的话，那么女帝当然是现在的阻碍。所以一个是从内，我们要去给自己这份热情，给自己的事业注入能量，去滋养它，去每天都让它一点一点往前，一点一点往前。哪怕这个结果是6个月之后，甚至是更往后，你需要去给它提供营养，让它去长。一个孩子都需要9个月，你的工作事业需要多长时间？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东西，需要你持续不断的努力、加持、付出，而且这个东西还得是它需要什么你给什么。因为我这边看到就是说，一味的努力方法不对就是你给这个植物，你老是给它那个土，最后把那个种子压死了。你需要给它空气，你需要给它阳光，让它能够有一股力量把它往上拔，往上提升，这个种子才能够长出来，你的项目才能做出来，你的目标才能够具体化、形象化，有一天能够拿出这个作品，有一天能够去改变你的选择，对不对？才能够实现你的突破，带来新的冒险。这个是女帝。那如果是环境的问题，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就需要去勇敢的改变，因为女帝有时候就是在讲环境。当前的这个环境因为我看到是这个合作伙伴拖累你吗？还是说这个平台不对呢？还是说你把自己限制住了，你不敢去走一些突破这个框架的东西，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呢？比方有些朋友，你的工作是跟这种研发相关的，也许你一直在既定俗成的套路当中，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做某事，那么这个结果一定是跟之前一样模式下同样的结果，它不可能带给你突破性的进展。
那如果你想要突破性的进展、新的研发，或者是研发出新的东西，你就需要去走出这个框架，用新的方式，开创新的道路，用完全不一样的条件，用完全不一样的元素去重新混合，最后创造出新的结果。在你没有做之前，没有看到这个结果之前，你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可是你需要去改变这个因，不断的去改变，你才能不断的去看到不同的果。而有一天我们在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一天你会看到一定会有那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不一样的结果在等待着你去迎接它。好，我们最后还有哪个还没有讲？我们还有4号牌没有讲。4号牌是什么？4号牌讲的是过去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影响对当前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过去能量全部都是水，水元素8，水元素7，第一个水元素8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过去对第1副牌的朋友的影响。我看到有些朋友在情感当中，在你的事业当中在你的情感当中有这种离开过去走向将来的能量。这边我听到是也许曾经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曾经很爱的一个方式，你们很热爱的一个公司，或者是很喜欢的一个合作伙伴，可能有过背叛，有过失望，导致你就是离开不得不走。这个离开并不是你想要的，只是说你发现只有走才能够去迎接真正的太阳，就是说只有走你才能够成长，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快乐起来。所以有很多朋友在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我觉得是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有一些不好的经历可能会让你有失望，让你觉得有那种不甘心，让你觉得比方说很委屈的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呢，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已经走出来了你已经在过去我觉得做过一个决定，就是离开。而当前的这个能量里，我觉得是已经在新的地方了已经是新的地方了。而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让过去的记忆、过去的经历、过去的感受去折射到你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来。你要相信的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你变了你变了。过去的东西，无论是失败也好，是成功也好，我觉得你要做的是学习、总结和归纳，而不是让他们作为投射。不要把过去的人投射到现在的人身上，也不要把过去的自己投射到现在的自己身上。你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你面对的人也不再是过去的那些人，所以你要做的是更加勇敢的往前走。我觉得很多第1组牌的朋友有一些过去式的情感、过去的经历、过去的一些情感可能当前让你恐惧，让你害怕，让你有一点犹豫这个是我看到过去的影响。然后呢，第2个我们还有一张牌是这个武者7，这张牌就是讲什么呢？眼高手低眼高手低。第1副牌的朋友一定不要这样。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很有梦想的人，你们的梦想很多你们的梦想很大，你们的梦想很远，你们需要让自己沉下心来。过去你们可能曾经放弃过一些你们的理想，或者是放弃一些事业方面的一些目标的追逐，你们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弱点。那么在当前的事业能量里面，你需要去离开这个能量，改变这个自己。当你有很多事情想做的时候，不要都想，不要活在想象里，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新的方向，选择一个新的突破，做起来，而不是去想到底哪个最好，到底哪个能成，到底哪个才是我的天命。没有这样子想出来的，只有做出来，在不断的失败，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得出那个唯一的属于你的结论。OK， 所以我这边看到这个 Dancer 7这个就是
想得多，做得少。这个能量是过去的能量。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容易有完美主义倾向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会有，因为有的时候拖延、想太多，都是太希望完美，而你们需要去打破自己的这个我觉得是内心当中的一个这样的想法，不要追求完美，永远不追寻完美，永远追寻更好，这样你们可能会更加容易的去着手，更加容易的让自己在，我觉得是未来的6个月。给自己注入新的勇气去开始，只要你开始了，你就能不断的调整，而不在乎说你开始的好还是不好，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开头，只要你开始，你就能够不断的去变，甚至你还能够去把这个整个开头都把它砍下去再来。你要有这个勇气，你要有这个从头再来的勇气，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创造，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是做自己，在聚光灯下做自己。最后一张牌，我们今天的3号牌讲的是究竟该怎么样去行动，你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这里看到是 Dreamer Prince， 这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宝剑王子逆位的。这张牌呢，我听到第一个你的下一步，第一组牌的朋友，首先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想那么多。之前我看到是感情里的嘛，它是这种一种情绪，有一种幻境的感觉。那么这张牌就是讲的分析，不要去分析不要分析，也不需要去到处询问别人的意见到了这个好不好啊，那个好不好啊，做就对了做就对了。第二个呢，这张牌这个 Dreamer Prince 给我的一种能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限制住了自己，或者是有人限制住了你，你们不够自由。这张牌而你的下一步，我觉得是要自由，让自己可以去怎么讲，通过去做来把自己的一些思想稳定住。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逆位的这个梦想家，它是风元素骑士的一个逆位。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少说多做，然后呢是要让自己很有精气神，很有这种激情，很有热情的去做。所以你的下一步我觉得不是让自己完全的就是去冲出去去追逐，我觉得是一种我们先来做第一步，我们先来有勇气的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先在自己的环境自己的世界里小试牛刀，无论它好还是不好，我们都可以通过第一步做出来的结果去调整去改变，然后呢让自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向前。我们不需要去向别人阐明，我们不需要得到别人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approval。 你想做什么尝试，你想做什么改变，你不需要别人的同意。这张牌你不需要别人的同意。第一副牌的朋友，勇敢的做自己。我觉得你要在生活当中去尝试着让自己可以在聚光灯下去听别人的各种评论，而不产生情感的涟漪和连结。说什么都可以，因为他们说的东西都不是你。你要放下过度的分析，你要放下追寻完美，而是勇敢的做自己，在聚光灯下最闪耀的那个人。 OK， 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去看了一个关于未来6个月事业相关的一个信息和提点。那么希望这一期的占卜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讯号，有用的讯号，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有用的一些建议。也祝福所有第一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你的事业方面可以发展成功，可以去达成你希望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里呢，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拭目以待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天使光碧玺。好，先把它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关于你未来6个月事业相关的信息。今天呢我们会从3个不同方向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个能量指引。首先呢我们会来看一下有关于未来6个月事业的方向，
或者是提升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呢，我们会在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五角星的事业牌阵，做一个未来6个月事业方面的一个运势的预测。好，我们先开始了，看一下今天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指引牌。今天呢，我抽到这个人啊，可能很多台湾的朋友应该很熟吧，他就是王雪红啊，他就是王雪红，台湾著名的一个企业家。也是那个 HTC 宏达电的创办人、董事长，还有执行长曾经呢是被为台湾的女首富，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很有远见、很有眼光，也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企业家他是一个企业家。所以呢，从这个能量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人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指引。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方向方面，未来6个月我觉得在方向方面，我感应到了很强的那种，就是女强人或者是男强人那种感觉现在好像都是女强人，男强人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就是给人感觉非常的厉害。这个厉害在于说，你可能会做一些非常，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会在创业的路上非常的成功我这边有听到这个信息。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在眼光方面做出非常重要的决断，也许是理财的也许是比方说投资什么项目并且你还要做那个项目，又或者是非常厉害的兼并我听到有这种能量。那么当然也会有合作，很好的合作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那如果是说你当前是在比方说改方向或者是在求职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想或者是去考虑一些前沿科技，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或者是运用人工智能，又或者是跟 IT 方面相关的网络我觉得是跟网络有关的，或者是说金融这种消费市场电子产品 OK， 跟这些相关的领域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机会和契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带来的就是这些领域的能量非常的强烈，而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里面你去做尝试突破，或者是求职能够拿到很好的 offer， 或者是能够遇见很好的机会。好，第2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张牌里面它讲的是如何赚钱compete the market not the spotlight。 这张牌呢其实就是它讲的能量是我们要去在哪里竞争，不在哪里竞争。我们先来看一下不要在哪里竞争，不要去想一些名誉或者是说谁更加的好像好听面子上听起来更厉害或者是说给人的感觉好像很牛不要去看这些，要去看市场的需求，要去看你实实在在能够给市场提供什么样子的价值。这就是未来6个月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赚钱之道来自宇宙的具体提点。如何赚钱呢？有的时候我们赚钱这件事情其实是会给我们一种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有迷惑性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印象当中的那种很好的职业未必是赚钱的，这些职业或者是这些方向你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它就是让人觉得很羡慕、很光鲜亮丽的头衔或者是名称。那么有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很好的，可是你一定还要看，就这些东西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唯一的，你还需要看在这些美丽的头衔，这种听起来很好听的这种事情的里面，有没有真正能够去获得的商业利益。我们去看商业利益是因为我们需要生活在这个地球，我们需要赚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是相互于对比的相对的，有些事情可能听起来很好听比方说你帮人家忙，但是呢这件事情可能对方不会给你报酬，不会给你佣金。那么你现在是去赚钱的，你的目标就是去赚钱，可是却没有佣金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你要考虑一下，它跟赚钱不直接对勾，就不是赚钱的事。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了解到我想表达的观点。比方说你去在一个地方实习，或者是你在一个地方去向某人学习，可是这个老板这个领导却告诉你，我可以给你很好的机会去学你想学的东西，可是我不会给你报酬，因为你的报酬就是你得到的经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没有遇见过这样子的老板啊？这样子的能量，我们去看它，我们不去给它去有什么道德的这种审判，我们只是去干单纯的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你去学习，学到经验，它就是学习，学到经验，它并不跟赚钱直接的挂钩。什么叫赚钱呢？就是你看到 OK 这个人他需要，比方说他需要修鞋，他的鞋坏了，然后你正好非常会修鞋，这个时候他就会问你 OK 你能帮我修一下鞋吗？我愿意给你10块钱。哎，你说 OK 我给你提供修鞋的服务，你给我10块钱，这就叫赚钱。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确，赚钱是赚钱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是帮别人的事情，可能是学习的事情，可能是积攒经验的事情，也有可能是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那我们在当前去看如何赚钱这件事情的时候，来自宇宙的指引想告诉你，不要去追寻光鲜亮丽的名称头衔，或者是这个事件听起来很好听，你需要真正的去在市场里去竞争这个市场它的这种空洞，这个市场里它在哪个地方是有真正的需求的，而且这些人是能够也愿意拿金钱跟你做交换的，这才是你真正需要去走的方向，这才是你真正需要去投入的东西，这也是最能够帮助你有效率的赚到钱的方法。OK， 这个是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们在讲怎么赚钱。那么第2个呢，宇宙是说你如何把你已经赚到的钱呢，可以把它稳定住，或者是说你能够保持你当前好的业绩。我们这边啊，第2副牌的朋友，其实我能够感应得到是什么呢？就是当前来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有3个不同的族群。第一个族群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创业者 OK， 在求新求变求突破。第2个族群呢，我能感觉到就很多的朋友，你们在事业的稳定上升期，你们要的不仅是往上，我觉得稳定对于你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你们要守住你们当前现在已经打下来的江山，如果能够继续往上或者是扩张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稳住它甚至对于你的当前现状来讲比扩大扩张更重要。这个是第2个族群。第3个族群呢，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能量，我听到对于还有少数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去考虑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有些朋友你们在事业的顶端的之后，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曾经已经经历了非常辉煌的人生事业的一个高峰期或者是辉煌期，而你们当下呢来到了一个可能是这个曲线向下的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人都不服气不服输，不愿意去承认这个当前已经降下来的一个能量的点。那么在这个能量的点的朋友，我想对你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雪红是你们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首先要能够明白，没有谁，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能量是一直可以往上不断的往前的。如果是不断的往前不停止的话，我们的地球一定会崩溃。所以如果我们的地球要运转，我们的能量是需要平衡的，所以有高有低都是常理，都是常态。如果你能接受你人生的辉煌，能够去遇见你的高，那么看到低或者是回路到正常的能量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以平常心去看待它，然后再来寻找你的人生下一个高潮。所以我们看到王雪红啊，其实她在那个 HTC 宏达电这个一路走过来啊，他有过非常高峰的时刻，但是他也有最后衰败的能量啊。可是最后呢，他还是在理想公司拿到了这个独立董事的一个位置，而且是近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啊，就是你一旦是真的有能力，一旦真的是有水平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甚至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臣服就是往下停下来，并且去接受。那么等到好的能量，好的契机，我觉得是还是会找到你的面前能够让你去继续发挥你的才华这个就是我想对第3个族群的朋友来讲就是这个能量。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学会退，学会休养生息，学会蓄势，然后是再发这个是第3个族群。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主题，就是说怎么样去
我们去保啊，我们去稳住，而不是让它垮下来呢？那么第二个能量就是讲 enough about me， 就是不用再去看我了。如果是在商业领域的朋友，你们一定会听说过，就是关于我和你之间的角度。在商业的领域当中，我想做什么，或者是我喜欢什么，没有那么的重要。特别是市场营销这个 marketing 的朋友啊，你们一定会听过这个能量。我们要去看的是你，就是看你对面的那个人。在你的对面是谁呢？就是你的观众，是你的，比方说消费者，是你的客户，对吧？是你的一个服务对象。你要看的是他们，而不是把你的能量加在这个里面。比方说你想卖什么产品，你想卖什么样子你的服务，哪怕是在公司里，你要看的是你这个公司，你这个客户群体，你这个服务的对象，他们希望你怎么做，他们希望你能够给出什么。所以跟我怎么样没有一点关系。所以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现在是想保住你目前的这个江山，你打下来的这个好不容易打下来的这个江山，无论它代表的是你的财富也好，代表的是你的这个官位也好，还是你的这个名誉也好，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去看市场需要我们如何做。我们要把自己的能量放下来啊，其实这个能量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有谦卑的心，感恩的心，真正的去照顾别人的感受的这个心，才能够去把这个能量做到最好最佳。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服务精神在里面的啊。如果你想稳定住你目前打下来的江山，你需要有一定的服务精神，你需要去更多的了解你的客户群，你服务的对象他们是如何的要求，而不是在想我想怎么做，我想创造什么，我想怎么样。那么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能量啊，如何给你的这个事业带来更强大的一个意义呢？我们怎么样在赚钱的这件事情上，在工作的这件事情上，在创业的这件事情上，给它赋予意义？我们人啊和其他的动物很大的不同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于我们是寻找意义的，我们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活着，我们要有意义的活着，对不对？那么工作赚钱可能是同样的道理。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看到来自宇宙想告诉你，在你的事业当中，如果你想给予它真正的意义的话，或者是你想把你的工作做出有意义的感觉，你需要记住的是，明天的突破成功来自于当下的每一天。也就是说，也许对于你来讲，这个事业当中的意义是完成你的目标，实现你的自我突破，或者是项目事业当中的突破。但是你需要明白的是，这所谓的突破，你想要寻找的这一切，来自于你的眼前和当下。没有什么成功是随随便便的成功，无论是谁，一定他在背后付出了别人比常人要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能量在等待着你去开启。无论你现在属于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还是第三个阶段，人生啊就是这样起伏，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有高有低。那么为了迎接你人生的高潮，为了去把你的事业推向辉煌，实现你的价值，看到你所谓的这个意义，你需要在每一天里看似无聊没有意义的环境中去创造它的价值，去实现那个你心中理想的深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王雪红这边我们得到的一些指引能量啊。那么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对这个名人很感兴趣的话尤其你比方讲的是创业或者是就是在做企业相关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多了解这一位名人这位很成功的人士好，我们先放一边。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有讲到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第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需要去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何提升，如何去运用技能，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塔罗牌。我们在抽塔罗牌的时候，我们一边去看，一边去解这个能量好，我们来，首先是第一个。今天我们是五角星牌阵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是第三颗，第四颗，
最后一个，第6个，行。好，我们来抽牌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一共要抽6张塔罗牌，我们来解出这个能量啊。来，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做的是五角星牌阵，然后我们也要去给大家看如何去提升。你提升的方式是什么？怎么样去运用这些技能啊，去帮助自己在事业上达成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心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6张牌，来，第1张牌。好，第1张牌是权杖10啊，哇塞，好。来，第一个是权杖10，第1张牌，我看到是来自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想扛起一个重担。我们在讲责任的时候，我们在讲压力的时候，可能很多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啊，我不要去背责任，我也不想去承担压力。但是事实上啊，无论是责任还是压力，总有一些人要把它承担起来。我们的社会就是有脊梁。我们的地球也有地球的脊梁，这些脊梁很多时候就是那些我们看起来肉体凡胎的人们。我们的地球有非常厉害的人，非常厉害的人，非常无私的有爱的人，非常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人，有非常伟大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平凡的，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就是第2个牌的朋友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第1张牌，我就能够感觉到，我觉得你们是一群其实很有担当的人，不一定这个担当是你喜欢，就像责任也好，压力也好，这些扛起来这些责任压力的人，不一定他喜欢扛，只是说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他能看到，他愿意去承担而已。所以我看到第1个能量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群很有担当的一个族群，非常有担当，有理想，而且呢是不怕艰难的不怕艰难，而且我觉得是相当的有抗压能力的一个族群。你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我刚才就是能感觉到，就是你们可能是要做一些大事情的人在这个事业当中可能会有比较高的追求你们想实现的是突破，因为我这边看到是10号元素，10号到达了这个能量的全盛，其实已经在拐了。所以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有这种想要去承担起来，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这种能量在这里第一个呢，承担，我看到就是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做的，扛起这个责任，扛起这个压力，负重前行负重前行。第2个呢，就是改变它，有些东西可能它需要变化，有些东西太老旧太常规，需要我们去突破它。我们人类每一次的巨大的革命，巨大的这种改变，都是通过一些突破性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比方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还有这个工业革命的，有这个网络的，有 AI 的，我们正处于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就在这种可以讲是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面。所以我也能够感觉到有些朋友这边，也许你们想要的这个事业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未来这个目标也好，也许就是变化，能让自己更加轻松的去拥有这份事业，能够让自己更加轻松的去赚得这份金钱，并不是不努力，而是说更加巧妙的更加有效率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对于名誉，对于我这边看到嘛，就是对于聚光灯，对于名誉，对于社会地位，我觉得你们可能也是非常在乎的没有关系，我能够感觉到，就是说追求名誉，追逐这种社会地位也非常的好，但是呢，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括号里的内容，有没有你真正能够需要的东西，能不能真正的被满足吧就这样讲好不好？来第2张牌，哇，抽的好快。第2张牌我们这边是2张2张牌呢分别是第1个 OK， 这个是 Spear 7，第2个呢是金币7，权杖7，金币7。先来讲一下权杖7吧。这张牌给我看到的是有关于挑战你事业当中的挑战。第一个呢，我觉得是你想要的突破和成功，有人在阻拦着你有人在阻拦着你，也许是出于
嫉妒，也许是出于害怕你成功也有可能是出于你的能量非常具有一定的，就是那种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种侵略性，因为你可能想改变一些事情，那么你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原来有的东西将不复存在，可能你就是他们的威胁。OK， 这里我听到这个能量。第二个呢，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挑战也有可能来自于我听到是你想对抗很多的东西，就是这件事情它的难度是真的很大。OK， 那么你想去对抗这么多的人，你想对抗这么多的事，而且是同时去对抗，我觉得它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你能不能够去想一个办法，让你的这个难度各个击破呢？我听到各个击破，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你想同时对抗很多人，或者是同时的去战胜很多的事情去突破很多的难关的话，那么也许各个击破能够帮助你完成此心愿。这个是我听到的能量。第二个呢，我们这边还有个阻碍，就是这个金币7，这张牌是典型的在考验你耐心。这个所谓的阻碍就是说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能量。第一个能量是什么呢？就是也许我们很想去金矿，好不好？我们用这个比喻，我们很想到达金矿，这个金矿很远，你一路颠簸，一路去探寻，然后呢你就很想去金矿。可是呢在到达金矿之前你现在还没有到达金矿，你看到了什么呢？你看到了银矿比方讲你看到了银矿。你作为一个想要去探宝的人，你看到银矿你一定会很开心，你一定会很兴奋。但是这个银矿它是有价值的，但它不是金矿，这个时候就是分水岭这个时候就是分水岭。那么有一部分的人呢会选择，我走了那么久，我那么辛苦，我来到了银矿，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决定带着这个银矿回家，或者是带着这个银矿去这个享受生活，或者是我带着这个银矿回家去结婚或者成家生孩子等等就是说这个金钱能够带给你的生活品质。但是呢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这个银矿它很好它非常的好，它也很有价值，但是它并不是你要寻找的金矿。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分水岭，也是需要你去做决断的时候。此时此刻你要怎么选？我们今天的这个阻碍牌全部落在7号牌全部落在7号牌，就是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脚步。你是选择就是反转，拿着银矿反转，拿着你当前有的东西结束掉归隐也好，或者是花掉也好，或者是用掉也好，还是说你选择继续向前？这是你需要当前想清楚做决断的事情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其实无论你是拿着金矿回去，还是说继续向前，其实这个选择没有所谓的对错，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完全在于你的心。你只要问自己，你这个决定做了以后，你以后会不会后悔？你当下你会不会后悔？如果你不后悔，你义无反顾，那么无论你怎么选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当前做了一个决定，你选择了一条容易的路，或者是选择一条难的路，但是你又觉得未来会后悔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需要三思而后行。我们人生就是什么？不辜负自己人生不辜负自己，所以只要你能够不辜负自己，真正的听你自己内心告诉你的这个声音，真正的能够去臣服于你的本心告诉你的这个指引就够了。所以我这边听到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关于你想做的这件大事情你这么厉害，你这么优秀，你也能扛起很多的责任，又有这么强的抗压能力，对于你的阻碍是什么挡住了你过去，是什么挡着你成功，其实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在于你自己的选择，选了就不后悔，只要选让自己不后悔的就可以。7号牌这个调整这个是往左还是往右，在乎你自己，好不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张牌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第3张牌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是一个火元素的皇后逆位的第3张牌是什么？第3张牌讲的是你的下一步，你的下一步棋，你的下一步好的行动，宇宙给你的指引信息是不能冲动，
不能冲动，不能凭自己的喜好去做。也许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啊，这个目标这个理想在你的心里，但是你需要考虑你的周边环境，你需要考虑时机，你需要考虑自己当前的身体状况，你需要考虑自己当前现有的资源能否让你自己的这个事业的目标达成，等等等等相关的。在权杖皇后的逆位当中，我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仿佛条件还不是很成熟，你们需要的下一步并不是我觉得是热情如火的往前冲往前奔，而是小心谨慎的步步为营的，比方说去布局，比方说去稳住 OK， 比方说去找合作对象来帮助你们巩固你的后方也好，是比方说降低你的风险也好，等等啊，我觉得有一些事情需要你们考虑，需要你们去运筹帷幄更多一些，而不是往前冲。而且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些能量，就是这个7号牌它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就是调整的能量，就是说这条路我们是否还要继续 OK， 我们有的时候是要执着到底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灵活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执着到底，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灵活，而在所有的能量当中，它都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看你怎么样去运用它，只是看你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人生吧，我觉得是更加接近于自己的一个想要的地方，就是你是这个创造者，你是画家你要把这个人生用所有的能量用你的这个方式，最后是画成你自己的画，实现你自己的人生的样子就可以，对吧？所以我看到就是说，在你的下一步当中，宇宙给你的建议并不是往前冲，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你原来的东西，好像你不能完成你10年以前的最初的梦想你就败了，不是这样子。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银山也许就是很好的，也许这个银山就是你当前资源当中能够让你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也许在金山的路途，从银山到金山的路途，也许会有蛇，也许会有海盗，也许会有什么贼，都有可能。那有些风险是你能承担的，有些风险也许你当下是不能承担的。所以我也要看，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大众占卜嘛，大家也要对应自己的情况不要去硬套。就是我能够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对于一些朋友来讲，我觉得也有调整的能量是需要你去考虑的。我们不一定要一条路走到黑，不是永远都这样。但有些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但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灵活一点。所以在这个你的下一步当中，宇宙并没有建议你去冲，宇宙希望你能够更好的布局，更好的去巩固，更好的去比方说看一看周围去考虑一下他到底当下的这个行为，这个行动，这个决策是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动这个能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机很重要。也许这边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时机很关键的。也许这个大的这个改变不是说不能动，也许你需要契机，也许你需要等待那个合适的时间或者是你去创造合适的时间，那就需要你更多的去运筹帷幄，去布局，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往后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对你当下的影响。火元素8的逆位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可能就是很有干劲的一群人在事业方面 OK， 在事业方面这个干劲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们冲得太快，或者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干劲让你们就是还没有考虑清楚就做了就说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每发必中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失败或者是有的时候让你们觉得看到的是不如意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心是好的，但是却做错了事就是有很多这种能量在你的过去，我觉得是影响了你们。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第2组的我觉得这边就是耐心的能量，你们需要再一次去reflection， 就是再一次去回顾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耐心，有没有这个耐力去坚持住。因为我这边看到了火元素8，也看到了金币7的2个逆位的牌我感觉到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
你在事业的成功这条路上，也许你需要更多的耐力。土元素7作为你的这个obstacle， 就是这个阻碍，也许你需要更多的坚持，也许你需要更多的一种毅力。而火元素8这次在告诉我，也许在过去可能有这样子的时候啊，你因为太快了，或者是太冲动了，或者是没有坚持下去，选择了别的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好，没有看到立刻马上的结果就换了，结果一换回过来发现那件事情后悔了。因为当时如果你坚持的话，也许你就早就赢了。所以我看到有这种遗憾的能量在过去对你当下是有影响的。所以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这是你的，就像一个人这是你的优势，就是你行动力很强，然后呢有热情，但是这也是你的一个弱点双刃剑，这也是有可能它会带给你的是还没有想清楚就做了，还没有想清楚就说了，或者是还没有考虑周全就已经开始改变了，而这个改变有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是不是？所以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更多的去谋划，或者是你们需要更多的去考虑周围的环境。考虑周围的环境。我这边可以感到什么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火元素很多在你们的那个能量当中，火元素很多，有热情，有冲动，有执行力，这也是你们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有的时候这个火你要把它控制得很好，火太快，太这个旺盛容易烧到别人，也容易烧到自己。或许你们需要更多的土，我们这边看到土元素，更多的稳定，更多的稳重，更多的是稳步向前，不要图快，要图稳，是不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能量吧，对不对？好，我们看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就来预测了你6个月的时间，你的这个事业是发展的情况你的近期的未来有关于你的事业。好，我们这边抽最上面2张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宝剑2，我们今天有火元素3有宝剑2火元素3。首先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在你的近期事业的未来呢，我能看到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将开启一个或者是打开一个局面我看到你们会打开一个局面，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你们的视野变宽了，你们的平台变广了，你们的未来的路好像更就是有空间感。有的时候我们在事业当中就是走着走着觉得好像走进了那个胡同，好像只能看到明天，只能看到这个星期，而看不到那个以后和将来，就感到自己就是很被束缚的感觉。但是我能感觉到经过6个月的努力，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空间感变大了，你的眼界变宽了，你的心胸变广了，所以呢从内到外你的世界也变得更大了。这个是事业当中，我觉得关注于什么呢比方说你的选择机会变多，你对未来有了全新的规划，你可以看到你更远的将来能够更加接近你的理想。就好比讲，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和对环境的观察，你发现这个银山离金山并不远，而且你还组队了，或者是你还在你的这个船队当中放了很多的粮食水，你知道再通过多少海里你就能到达金山。虽然你当前还没有过去，但是你知道金山离你更近一步，你知道自己当前已经把金山作为了你最终极的目标，你将向它进发，在你的心里将为你打开，我觉得是更进一步的那种火焰。因为火是你们的能量，火也是你们的一个就是原动力，没有了火，可能在事业当中你们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而这个火我看到6个月之后就仿佛它在适应着，或者是它在更加和你的这个未来更加的这种融合，而不是空间很小火很大就容易把自己呛到好热好烫，就不这种感觉，而是说火刚刚好火是你的原动力，是你的柴油机，是你的船的这个桨，而你有了很大的一艘船，你将开始驶向你的金山，驶向你最终的最满意的那个目的地我看到是这个能量。那么第二个呢，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在你的心里会更加的成型，可能是你的决定，可能是你的比方说想法主意，
点子，又或者是说通过你对周围环境的一个征集意见，别人的反馈等等，我觉得在你的心里已经能够去更加清楚的衡量出就是说通过别人的反馈吧，我觉得是更加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自己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决定，或者是你会怎么样的去理解。这个宝剑2其实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它是一种在纠结，在迷茫，在有的时候是不愿意或者是不甘心的情况之下，在努力的逼自己去感知那个你平常不愿意去感知的、不愿意去接触的东西。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我就能够感觉得到，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你突破自我的过程。通过每一天你的这种自我突破，通过每一天你的那种改变，一点点的改变，去打开这个本来可能是你当前看到的阻碍，而未来将会成为你的有利条件之一，去帮助你真正的实现一种我觉得是更加平衡的、更加中立的、更加能够跟你的外界环境我觉得是和谐统一的一种方式。而你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而你在内心也会真正的看到一些你当前比方说你主观的能量很强，你就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看到一些事情，来帮助自己打开你的格局。好，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核心。好，我们今天的核心能量是一个宝剑骑士。OK， 我们的核心宝剑骑士，我们来看一下，而且是一个逆位的宝剑骑士。这张牌给了我很多的能量就是在影响着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事业发展。这张牌呢，在告诉我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理想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有很高精神追求的人，而且这个高度的精神追求就在你的事业当中，和你当前的事业是紧密相连的。你们需要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事情你要赋予它意义，它才能够使你奔跑，它才能够使你激昂，它才能够使你勇往直前。而当前呢，在这个核心能量当中，我们看到是宝剑骑士的一个逆位，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理解，不被真正的接纳，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被误会的感觉。有的时候第2副牌的朋友会不会在事业当中你就是容易被误会呢？我这边感觉到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工作当中，因为我这是风象元素的一个逆位嘛，就感觉到被误会，或者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因为如何表达的问题就是容易使自己就是被牵绊住，被绊住脚，而不能够去顺畅的达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想要的一个结果。第2个呢，我也感觉到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比方说是别人让你做，而不是你想做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就是不舒服，缺少自由和可控的感觉，缺少能够发挥和创造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困惑的东西，其实可以冷静下来，就是不要去冲动，冷静下来去思考，去分析。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阻碍，是一个就像一个关卡一样卡在你的前面，不能让你过去，你不要紧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冷静的分析，拥有你们这样子的才智第2组牌的朋友，又有这么强的执行力的人，其实你们冷静下来，也许你们会发现你们完全可以把它解决得很好。比方说化敌为友，比方说把一些矛盾通过沟通的方式解开。有些人有些事情，也许你们需要去用一些手段，打个小小的引号，就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式和不同的人去沟通，或者是去跟他们真正的去达到一种共识，从而可以使自己能够继续的向前，或者是从而使自己的这个事业理想能够去继续的向前。
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些信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有些朋友我觉得在这边，宝剑骑士的逆位，我还听到了最后一个能量，就是有关于忠诚有关于忠诚。这个忠诚在于什么呢？忠于自己，别人忠于你我听到是这个，忠于自己，然后呢是别人忠于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忠于自己，我们才能够去期盼，或者是才能够去真正的要求别人忠于你。有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不够坚定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确定，我们自己不够相信自己。而第二副牌的朋友，有的时候你们可能需要的是一份理性的坚定，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的精气神我想做，我想成功，我想怎么样，而是在你分析和冷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必做，这件事情必成，或者是这个局面你必解开，是这样子的一种通过深思熟虑冷静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且去忠于它。只有当你能够这样子去忠于自己，我觉得你们不仅能吸引到忠于你的人，而且你会有一种影响力，让别人忠于你的理想。最后呢，是和你一起创造出你要的理想成功。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打开最后一个就是说事业提升的方式需要去运用的技能，我觉得是理智的沟通技能，我觉得是稳定的坚持，不求快求稳的坚持和坚定。好了，这里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事业相关的一个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指引，祝所有第二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海螺。好，我把它放一边。今天我们这个海螺比较大，放这边好了。我们今天呢要来为大家看的是点开视频的时间为基础，我们往后拖6个月，往后去延展6个月的时间，你的一个事业相关的讯息。那么今天的事业能量呢，不仅仅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五角星牌阵的一个预测，也就是说6个月之后你的事业会是如何的一个发展。同时呢，我们也会带来一些相关的指引，比方说寻找更加适合你的事业方向。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更加针对于想改变方向，或者是当前在求职的朋友，又或者是未来6个月你想去求职，你可以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引，哪个方向更旺你，哪个方向你可能走得更顺，或者是对你今后的事业发展更有利。然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你提升事业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呢更像是一个建议的能量，也就是说你需要怎么样去提升，又或者是说你需要用什么样子的技能，提升什么样子的技能，才可以让你的事业更加靠近无限的接近你理想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你理想的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提前抽到的指引牌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抽到这个名人呢，他是谢尔盖布林。这个人呢，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我们现在那什么 Google 谷歌或者是那一派，因为有比方说比尔盖茨包括这个那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包括这个这一位我们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 Larry Page 之前的那个 Google 的那个CEO。 这些名人他们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领路人，我们都是在他们打开的这个时代里面。这个人就是他是我们的 Google 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是 Google 联合创始人之一。这个人的生平其实跟那个比尔盖茨有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类似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也是，首先他出生在俄罗斯，然后呢他6岁跟他父母移民到了美国，然后他就上了一个一般的大学，他学习的是那个电脑科学。然后呢在他毕业之后，他可能会觉得说 OK 这个电脑科学我真的很感兴趣，然后他就申请了斯坦福。那么来到斯坦福以后呢，他就去进修这个博士学位，还是这个计算机科学。
那么在修习这个博士学位的过程当中，他就认得了这个 Larry Page，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前 CEO 那个 Google 的 CEO。然后他认识他以后，两个人就开始说，可能就是一拍即合吧。所以他呢也是辍学，他没有把 PhD 读完，他没有把博士学位读完，就离开斯坦福，就开始去创建谷歌公司了。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是多少年呢？他有一次是被评为了世界首富的第7名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能量这个谢尔盖布林，我能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说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在你未来的事业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连接里面，我看到的是一种灵活性，是那种改变，是那种合作，是那种契机，能让你更上一层楼。而且呢，在这个所谓的领域当中，我还是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能够让你更加成功的领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还是要跟时代挂钩，或者是说你能开辟新的时代比方说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火的就是电脑计算机算力数学对吧？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前沿的一些领域而不是走传统的路线，比方说什么建筑等等。我觉得建筑感觉当前在能量里我没有看到就是很直接的能量，相对比较于这种传统的建筑领域，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去改变方向，或者是你是新求职者，你想在未来的6个月去求职去找工作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跟前沿科学相挂钩的这些领域会更加的有利于你长期的职业规划，或者是长期的事业发展，又或者是在那样子的领域里面，你更加容易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想要去比方说创造的一个想法或者是点子。OK， 我看到这个，所以呢，你看我们这边有什么 IT 有什么企业家创始人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你在读书的话，然后你读的也很高了，很高级了，但是你突然有一个很想去做出来的东西，那么我觉得也是可以去，不用拘泥于一定要怎样，就是如果你想做，就当下立刻开始，不一定说你辍学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好的点子，哪怕你在读书，也不要因为读书而把这个点子放下。如果你有好的点子，现在立刻马上就开始显化它就开始显化它。所以我觉得这边是这个能量当中我所读到的一些信息通过这位名人。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牌卡里的一些相关的第一个是说如何赚钱因为我们这个牌里有一些这个关键字它的能量就是讲如何赚钱呢。那么来自这个牌卡里的信息是说，请你找到生活当中别人的问题，并且提供相关的答案。这张牌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对口能量。它讲的是，如果你想赚钱的话，你需要知道这个市场它的需求在哪里，你需要知道人们当前的问题和烦恼在哪里，而你如果有解决他们烦恼或者是问题的方法，那么你就一定能找到你的赚钱之道。所以这边有很强的能量，我觉得是关于赚钱的事情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宇宙的指引。我不觉得这个东西直接是说 OK 我们要去看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要去追逐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而是我觉得更多的把这个能量的重点放在了当前我们的这个世人他生活当中的问题在哪里。也许第3组牌的朋友，你本身的能量就是你所承接的宇宙的能量，可能也是关于解决问题有可能你本来就是这个你自己的能量所占据的这一块，也许就是解决问题。那如果你是解决问题的能人的话，你需要去看别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去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能够让你致富。这个就是宇宙给出的一个指引讯息关于如何赚钱。那么同样的就是如果说当前第3组牌的话，你已经在工作当中了，你想去进一步的扩宽自己的财富，那么同样的道理运用在你要知道在你现在的工作领域里面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每个公司可能都会有问题，每个团队可能都会有问题，哪怕你做的这个项目里面它可能都会有问题。而你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然后提出相关的解决办法，可以帮助你赚到更多的钱，或者是帮你赚到那桶金这个是我听到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他说的是
如何守住钱？他这边讲的是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动词。创造一个新的动词，我觉得这个能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动起来动起来。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在你的事业方向如果你求的并不是增加，你求的也不是说上升，你求的是稳定，你希望能够守住你这么长时间以来你打下来的这一片江山，你想守住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通货膨胀你的财富变小的话，那么宇宙说，如果你想守住这个钱，你想守住自己的事业你的这个位置，或者是守住事业当前的这种感觉的话，那么你需要去动起来，创造新的动词，创造新的，比方说同样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拿传统领域做比较，建筑领域，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去在建筑领域增加新的工作方式？我之前经历过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其实是一个老人家，就是他做的工作非常的传统，就是帮别人砍树。在这边澳洲就是很多那种树长太大了，或者是长得就是不符合大家对他的期待的话，其实是可以申请把这个树砍掉的。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就是有专业的一个职业就是砍树人。那么这个老爷其实年龄挺大了他不仅就是说他做的是传统工作砍树嘛，他还运用了现在非常先进的，比方说 iPad， 而且还用了一个 iPad 专门给砍树人制造的一个 APP 软件，来帮助他看 OK 哪棵树要砍，这个树直径有多少，这个树有多高这个树可能需要多长的时间，别人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全部都记下来，用他的 iPad。 一个老人家也戴着一个眼镜，拿着 iPad 点，真的好厉害。而且我问他还说这个 APP 是专门给砍树人就是工作者设计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灵感，这就是一个切入点。如果你做的工作很传统，没有关系，你能不能够在传统的工作当中去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率的做事方法，我觉得是能够帮你守住你这么长时间以来打出来的这一片江山，或者是你打出来的这一片属于你的这种地位在某个领域当中的这种地位。那么第三个能量呢，来自这个牌里面，它讲的是如何给你的这个事业以意义。无论是赚钱也好，做事业也好创业也好，做项目也好，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如何去给予它，赋予它这个意义？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事业的意义很简单，就是赚钱，就是去提供生活的这个保证 OK 非常好。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于事业，对于这个工作，他需要金钱之上的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去给他这个意义？今天我们的这个牌卡第三句话是说让我在这个搜索引擎里找一下，然后呢再来告诉你Let me Google that and get back to you 挺有意思的那么最后的这个能量呢，就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让我们去成为探寻意义的人吧。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开放的能量。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事业意义在于什么？你不需要当下就赋予它这个意义的存在，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寻找，一边去尝试，一边赋予它你希望它能够带给你的特殊意义我觉得最后这个能量非常的开放，也代表着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在三组能量当中，我觉得你们的那种发散性、创造性可变化性、灵活性也是最强的。好，我们今天的第一张主牌呢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五角星事业牌阵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牌阵。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五角星牌阵。现在让我来摆一下好，1、2、3 OK，我们今天一共要抽6张牌。好，我们来抽牌今天首先第一张牌有关于目标，来我们看第一张牌，我们洗一下牌来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未来6个月的一个事业。
首先我们来看目标，第一张牌感恩宇宙，或者我们先把牌抽完吧，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好不好？首先是第一个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我们的牌阵里的每一张牌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是第一张，好，第一张牌啊，圣杯骑士，然后第二张我们先抽牌吧，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好不好？第二张 OK， 在这里啊，跳出来，在这里我们放这边，这权杖国王啊，第二张牌，好，好，第三张，第三张在这里啊，隐士牌 ，OK， 第三张，好，好，第四张。OK， 第四张，这个是战车的逆位，好，我这里啊，然后是第五张，金币3，是好牌 ，OK， 来，金币3是很好的能量啊，然后我们的最后一个第6张牌啊，恶魔啊，我们今天的6张牌抽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解读一下啊。这个第3副牌的朋友啊，未来6个月你的一个事业啊，来自宇宙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首先我是这样看到的，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当前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在第3组啊，我觉得你们其实真正的对于事业的一个目标啊，未必是就是说赚多少钱呐，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名誉，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也很重要 ，OK。但是我觉得在你的心底，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第一点就是要快乐，就是这工作还是要快乐一点，不要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可能你们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啊。我觉得快乐对于你们来讲很重要。第二个呢，我还听到就是有一部分的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想要去，就是真正的能够去怎么讲呢？我这边听到就是能帮到别人啊，我这边听到是能帮到别人，可能你很想去与人为善，或者是说你有很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你希望能够再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事业，通过你做什么事情来让别人获得，比方说疗愈，来让别人去，就像我刚才看到，解决他生命当中的问题，而你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对于别人的人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啊，这是我听到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这边也觉得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不仅仅可能是在我刚才讲科技前沿这一块，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是在艺术领域当中，你们想在艺术或者是创造这样子的一个行业里面吧，我觉得是真正的表达自我，表达自我的想法，同时也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甚至有一些朋友在表达自己的潜意识。有非常厉害的这种艺术家，他们其实很多东西来自于这种我们所谓的特别也好，或者是另一个维度也好，其实就是潜意识里的能量的提取。而我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看到了这个显化在我们今天的能量就是牌卡里，我看到这个信息。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关于你们的一个这个事业的发展，其实我看到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大家其实是可以去期待很好的被欣赏，得到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这个认同有可能是精神的、语言的，也有可能是资源，就是物质上的资助。比方你需要什么东西6个月的时间里面，你看到有人就是来给你，跟你分享，或者是给你提供赞助。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甚至直接就是看到 OK 很好的合作案，很好的合作案，就是你
看到了有人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合作，而且这个合作是非常相互欣赏的一种相互有这种相互捆绑的能量啊，但是我觉得也有相互的认同，然后呢共同的进步，资源的共享，然后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去一起携手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其实这个事业的方向的发展的话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就是很积极的一面。还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是在具体的金钱和财富方面我觉得是会有一定的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未必是大家想要的终极的那种非常非常多，或者是很理想，但是我觉得是会有往前的感觉，有那种变多的契机，变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变多的趋势。那有些人呢在事业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在生活里面吧，有的时候未必是得到了自己心愿的那一瞬间最快乐，有的时候是看到希望就已经很开心了，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希望当中，而心里有希望，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去打开，也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增加一笔很鲜艳的色彩。所以我能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的事业运势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还是这个趋势给人的感觉是很积极的，感觉是很有这种很有奔头的感觉OK，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如果说你未来的6个月想要去求职的话，我觉得你会遇到比较欣赏你的人呢就是那种你能够遇到的这种，无论是老板也好，还是招你的那种人事部的人好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对你蛮欣赏的，能看到你的长处，能看到你的价值，而你可能也会看到这个老板、这个公司、这个领域、这个平台真的是有你可以去施展的地方。所以如果说有朋友在这边未来的6个月时间，你去找工作，或者是你想去有所改变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能量是比较就是有机会遇到好的 OK， 这样来讲吧好，我们再来往下看，那么在这个6个月的时间里，在这个事业的发展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挑战呢？而这个挑战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OK， 我们这边看到你的挑战牌是权杖国王，这个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权威感我这边听到很强的权威感。第一个能量我感应到的是，有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这6个月事业的发展当中，可能这个挑战未必来自于外界，来自于你的内心。这个挑战在于说，也许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给自己定的这个方向，就是感觉给自己的这个工作量也非常的强大，又或者是你的目标很高，就是反过来反而给自己增加了阻力的感觉。就与其说我们去给自己定一个，就是我今天就是有一个能量嘛，我就感觉到就是如果有朋友去制定自己的愿景版的话，你就会发现愿景版里的东西需要是可以在你的约定时间里面去切实可行实现的，而不是我们把目标定成，比方说我要在1年之内变成千万富翁，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可能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是属于那种多少亿里面才会有那一个人可能能做到的概率，对不对？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比较让我们觉得每天都可以去触手可及的，然后又可以去具体操作的目标，才会给我们更大的动力，让我们在每一天去积累，每一天去努力。所以我觉得权杖国王吧，给我听到的第一个能量的感应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这是针对于一部分的朋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未来6个月时间这个所谓的事业里可能会有的阻碍，我觉得我还听到一个信息，就是有一点畏惧强权，或者是有这样的权威人士他的那个权柄，他的那个光芒亮到让你害怕。OK， 可能在大家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领路人，他就像一个里程碑一样竖在你的领域当中，比方说画画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这样的老师，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他的光辉，他对你的影响力巨大。当你想要去突破自己，改变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受这个人的能量的影响，又或者是说这个人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你的一些决定，或者是影响你的一些想法。
还有一些朋友这边我听到是说，也许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好的啊，在事业方面，也许你有很好的点子，你想去做，你想去表达自己，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的人，他既有可能是你工作当中的人，他也有可能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人，在你家庭里面，这个人的影响力对你非常的大。如果说你的想法、你的点子被这个人所否定的话，或者是否决的话，也许你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强过他，坚定自己的决定有点这个感觉。所以说，我这边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啊，也许你们的能量当中是比较温柔的，比较就是愿意去，就是这边有一点像是很愿意去配合别人，希望大家都开心，或者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你的能量给我的感觉是很柔软的啊，第3组牌的朋友。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很强势的人在你的事业当中的话，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容易被这个能量所带走的，而你们一定要对这个能量，就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有所认知，并且明白这个能量它是在影响着你，还是说你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人的能量而让自己退而求其次，或者是自己就会有所妥协和放弃。OK， 这个是大家要去查漏补缺的啊，这就是宇宙给出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来看啊，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未来可以去实现的东西，以及这个阻碍的话，我们该如何接下来去行动呢？在今天的下一步建议牌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隐士牌。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呢，其实它会非常非常的好啊。这张牌讲的是想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走出自己的光彩吧，或者是走出自己的光芒，去真正的实现自己心中想要去实现的东西。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下一步你需要去往后退一步，甚至是远离一些人群啊。因为我这边看到有一个权威人士在这里，如果这个权威人士对你的影响太大，你需要暂时的跟他分离。隐士牌从来都不是走，也不是退场，隐士牌只是暂时的离开，等他有了一定的，就是他要追寻一段就是内心的东西，他要去追寻一段自己的就是一个沉淀。那么一旦这个东西它出现了啊，这个光芒出现了，你寻找到了内心的那一束光，你不再害怕，你开始更加勇敢更加坚定了之后，你就可以回来了。所以呢，如果有朋友真的是在你的事业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巨人，打个引号，让你就是害怕，让你容易妥协，让你容易放弃的话，那么下一步宇宙给你的建议就是远离这个能量磁场对你的干扰。你可以不告诉他，你可以不跟他分享，你可以先让自己一个人默默的走一段，让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尝试一下，等做出一定的这个成果，等你对你想要去表达的东西更加自信啊，这个东西更加成熟以后，你再拿出来让他知道。那个时候也许他比方说会改变他的这个观点，或者是说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影响你了，因为你已经很确定这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你要去实行的手段，或者是这就是你要走的路。我听到这个信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啊，我感觉到就是你的下一步里面嘛，因为我刚才听到是自己做嘛，所以我也听到就是说，如果有一部分朋友是创业的话 ，OK， 你们现在在创业的道路，或者是说在探寻新的方向这样子的道路里面，我觉得宇宙也是说，与其去当下寻找，比方说你要去合作的人，想要去拉资金、拉赞助，或者是想要去求合作，不如让自己先做一段时间，让自己一个人先尝试一下，做出一些结果，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往前推进，不要等待不要等待，你会在做的过程当中，显化的路途中间6个月时间遇到欣赏你的人。这个人呢，欣赏你的贵人，欣赏你的人，或者是给你资源的人，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并不是说你先找到合作项目，然后你再去开始。我这边听到更多的是先自己开始，然后才会遇到欣赏你的人这是这样子2张牌的一个结合。那么再往后看啊，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一张牌 OK， 我们来看的是第
第三组牌的朋友，过去对你当下的影响，我们这边有一个战车牌，这张牌我要跟大家讲，这张牌呢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是一个逆位的啊。我听到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对你当下有影响的话，这个能量是有关于你过去的成败。我相信第三组牌的朋友，在过去你既有成功的战绩，也可能会有失败的这种经历吧。因为这张牌有很强烈的可能翻过车的感觉啊，这个翻车也许不一定是你的原因，也有可能就是你的原因，对不对？但是我看到在过去能量这个翻车现象，这个可能差一步就成功的可能性，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过去对你的当下仍旧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当前如果你想要去真正的往前推进，真正的去迎接自己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事业当中的一种扩展，或者是事业当中的一种真正的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去推进的话，你需要对过去真正的告别对过去告别。因为我这边说的很多，就说过去不代表你过去不代表你，过去的成也好，过去的败也好，都不是你。所以你是你当下想要去显化的这个东西，过去的成代表着你过去的努力，你过去的机会被你显化出来了。你过去的败也代表着过去可能有一件事情你没做好，没做到位，它只是说明你接下来需要调整，来把这个未来的结果变得更好。所以这张战车牌逆位大家需要去注意。但是战车牌还有一个信息，因为我这边听到了一个强权的能量嘛，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在你的事业发展当中，过去有可能有家庭相关的能量阻碍了你，阻碍了你成功，阻碍了你去真正的走自己想走的那条路，或者是说追逐自己心中真正的理想，表达自己真正想在事业当中去表达的那个能量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去衡量当下你的家庭状况有没有就是在家庭这个关系当中能够处理得很和谐，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需要你去解决。有的时候家庭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因为会有很多的情感连结，但是我相信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处理得好，因为我看到未来的这一个预测能量是对你很有利的，是很积极，是很正向的。所以你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哪怕你过去可能跟家人沟通过没有沟通成功，或者是效果不好，你也不应该放弃。我觉得当下可能是比方说运用你这么长时间的学习或者是探寻或者是学习的新的沟通技能，我觉得是可以跟这个强权因为我这边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你影响力特别大的人这个人还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是你的一个跟你很亲近的关系的一个人那么你要试图去跟这个人比方说和解或者是得到这个人的支持那么对你的事业发展会更有利。OK， 那我们最后的一张牌就是这个恶魔最后一张牌是恶魔。这个恶魔代表着我们今天整个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在看你的事业能量当中的一个核心能量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在鼓舞着你，又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在拽着你不让你往前，又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能量你是需要去吸取的。就好像我们在讲，无论你走感情的路，你去看事业的路，你是去看健康的路，赚钱的路，这一切都是物质世界的东西，它是一个外在的，所有的一切最后都归于你的内心，归于你的心灵成长。如何通过外界的经历去成长自己的灵魂，才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最后的这张牌就是这个恶魔。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抽了它，我听到能量就是有关于心魔，有关于心魔，也有关于你的欲望心魔有的时候跟欲望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心魔有可能是对强权的畏惧，对于那个目标你很想要，但是又觉得好像自己过不去的那种矛盾的心理，也有可能是你对于一件事情你很执着的一个东西，你不愿意放下的东西，你不愿意去改变的一个东西，反而束缚住了自己事业的一个发展。
我们的核心能量是恶魔。所以这张牌呢，我觉得如果说第3组牌的朋友有什么东西你是需要在你的内在心里啊去学习，去我觉得是搭建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关于怎么样去和自己的这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小我吧，就是我们在讲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魔，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神性像佛一样的东西存在，但是这个所谓的恶就如同太阳光的那个影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要去跟这个内在心里的一个，比方说黑暗面，或者是有点小我的恐惧、小我的贪心，我们怎么样去跟自己内心的这个能量去兼并、去和解，让这个能量得以被接受，而不是去否定它。就好像水至清则无鱼的能量有一点类似啊，不一样，但是类似。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纯净的100%干净的东西，或者是没有任何的邪念和灰暗，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存在时不时的灰暗的，或者是我们在讲阴暗面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并不是要把它给扼杀掉，要把它给否定掉，甚至来怪自己感到羞愧，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正向的引领它，让这个能量去我们在讲可能是为我所用吧。比方说有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所谓的贪婪、自私对物质的欲望、占有欲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有的话很正常，我们是这个世界当中的凡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这样子的欲望和念头，但是我们要跟它和解，不是去滋养它，也不是抹杀它，而是去看，如果你对你事业当中的一个东西，比方说老板的位置多少钱，你很执着，可能在另外一面说明你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你是一个不甘于平凡、不甘于普通的人。那么这个小我的能量就有一点像是被你给认同了，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去滋养你，但是我知道 OK 你存在，你有这个想法，代表着你很积极，你很有这个想法，很有这种上进心。但是这个能量并不是说想就可以了，每天就在那里白想，或者是每天就是不断的去想，而是我们把这个能量落于地面，落在手上。那我今天能不能够去更加认真的学习？我能不能更加认真的去工作？我能不能够更加有效率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去找到一个更加优秀的一个做事的方式，来实现你的这一个能量当中他的念头、他的想法，来满足他。也有一点这个能量就是满足他，我通过我的努力，我的早睡早起，我的认真工作，我的这个学习，对吧？我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念头，这个欲望变成了手上能做的事情，去把这个能量得以去释放出来，去表达出来，而且是以最积极、最健康的方向去表达出来。那么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念头里，这个所谓的打个引号的阴暗面里面，我觉得你们能实现自己的心魔的一个兼容。我们和心魔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一起去携手去做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灵性里面，我们的心里那个最优秀的自己，实现显化。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所有的信息。那么希望这一期的内容呢，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